最近有好多朋友艾特我，据说出海短剧爆火爆赚，问我是不是这样。那去年我做过一期相关的视频，这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出海短剧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它真的像宣传里说的那样爆火爆赚了吗？先声明一下啊，除了公开的财报信息，其他呢都来自于我个人在行业里面看到的东西，它并不全面，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个体感。我们先说说制作端的变化。那去年在温哥华，竖屏短剧在业内还是查无此人。不管是在电影学校还是在片场，除了华人，几乎没有人知道竖屏短剧。但今年完全不一样了，今年在业内没有人能忽视竖屏短剧的存在，制作数量明显上升，在洛杉矶一个月就能拍40个竖屏短剧。我们用的一个找试镜的平台叫 Actors Access， 在洛杉矶地区已经被竖屏短剧刷屏了。温哥华这边的变化也很明显，去年我刚来的时候是我在到处问你听说过竖屏短剧吗？今年变成了别人问我啊，我最近收到了很多竖屏短剧的试镜，甚至我刚刚拍了一个竖屏短剧啊，看起来制作方都来自于中国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当然，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还是拍完以后成片到底在哪儿找，在哪儿播，播给谁看？上周我在 workshop 上认识了一位40-50岁的白人演员，他分享说自己刚刚拍了一部竖屏短剧，这部剧的题材是软色情和肥皂剧的结合体，演的是恶毒后妈，价值观呢也比较老派，台词看起来像 AI 翻译的。他说剧组里面从导演到服化道全都是中国人，沟通呢也用普通话，只有在和演员说话的时候是用英语，选的演员清一色的金发碧眼。我也和一些做海外短剧的制片聊过，他们给我的反馈也差不多，直接把国内的爆款翻译成英文，改个名字翻拍个几十遍。由于翻译质量不太好，所以受众大概也不是英语为母语为主，而是一些来自拉美、东南亚或者英语不是母语的移民群体。所以我觉得海外短剧它目前的情况是在制作端已经热起来了，成了行业内无法忽视的一股力量，但是在消费端它还处于一个比较小众的阶段，知道观看的人还不算多，远没有达到破圈或者全民热议的程度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生活圈子的局限性，如果你身边有很多英语是母语的本地人爱看竖屏短剧的话，我也很欢迎被打脸。那我们再从财报上去看看出海短剧的表现如何。先从 Flex TV 说起， Flex TV 的母公司它是在美股上市的，它号称自己在出海短剧上的毛利润是 58.09%， 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赚？但先别急，我去翻了翻它2023年的财报，它去年一整年的收入是3620万美元，其中充值和点播3160万美元，营收成本也就是制作相关的费用1520万美元。那按这个算法，毛利润确实是58点多，但问题来了，短剧最大的成本不是制作费，而是投流费，也就是打广告买点击吸引观众进来的费用。这个在国内也是一样的，比如充值1200万，你扣掉投流费和平台费778，到手就是100多万。果不其然， Flex TV 的投流费是2240万美元，扣掉这部分费用，利润已经是负的了。这还没算管理成本，你得给员工发工资吧，你租办公室得花租金吧，扣完这些运营费用，去年一整年亏了1050万美元。所以我觉得在宣传里面，光凭毛利润58.09去引导大家觉得海外短剧的盈利能力强劲，不是特别的准确。我们再回头看它一年的充值和点播收入，计进去的是3160万美元，和人民币2.25亿。这个是什么概念呢？像早期国内的一个叫无双的短剧，在中国上线8天充值破亿。再比如说大爆剧我在80年当后妈，一个春节7天充值就破了5000万。而 Flex TV 是整整一年全球2400多个短剧加在一起才有2.25亿，那你说它算不算爆火呢？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公司，比如出海短剧的龙头企业中文在线，那它去年亏了2.34亿人民币，在财报里面写得很明确啊，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海外短剧的支出。还有一家比较大的平台叫 Drama Wave， 它的母公司昆仑万维去年亏了16.43亿。当然了，昆仑万维去年主要是在 AI 部分的投入比较多，我们大概可以合理推断，海外短剧它目前仍然还是砸钱阶段，钱还没挣到，亏的还挺多。在国内短剧能跑通的一大原因是对成本的极致压缩，7天拍100集，每天拍16到20个小时，演员可以几天不卸妆不拆头，拍到摄影师手抖才休息几个小时。但这种操作在北美是比较难行通的，尤其是现在开始和当地的演员工会合作了，超时1分钟都要管你要加班费，在人力上压缩成本不太可能。还有一个隐藏的费用是版权费，国内的短剧剧本抄袭或者是翻拍一些大爆剧的
框架是不罕见的，而且很少特意去花钱为短剧买音乐或者写音乐，都是直接用国内或者国外剧集里面现成的音乐。我看过一部《黑莲花》，它的人设和台词就是《甄嬛传》和《延禧攻略》的拼盘，配乐也是照搬。这些操作在国外呢也行不太通，已经发生的案例就有模仿 Netflix 的框架被发了律师函，用未授权的音乐被起诉，翻拍韩剧被投诉侵权，轻则赔钱，重则下架，这些都通通的加在了成本上。而从题材方面，就像同学说的，很多内容都是软色情，而这些东西在国内的长剧是拍不出来的，或者是有尺度限制的，而且国内的长剧注水也比较严重。短剧呢节奏快，集中了亲亲抱抱、扇巴掌、复仇逆袭，确实俗套了一些。但长剧不也是这样吗？我看长剧还得开会员3倍速只看主角，那我干嘛不看短剧呢？可是在北美要啥没有啊，美剧节奏本来就快，别说软色情了，中色情、硬色情、轻暴力、重暴力、赛博暴力，各种题材、各种尺度，应有尽有，卷到飞起。短剧并没有真正的空位可以填，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。我上次去 workshop 的表演老师建议大家有一个开放的态度，竖屏和短剧是一种新的形式，媒介是中性的，不分高低，竖和短不是原罪，关键还是内容。那本地的一些演员和幕后从业者看待短剧的态度也很现实，那就是有活就干，有钱就赚，管它横竖长短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？